婚礼现场，准婆婆一把推开作为新娘的我，抱着老公哭得撕心裂肺。儿啊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今天就要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。老公和她深情对望，妈，你放心，媳妇永远只是个外人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排第一位。见状，我扯下头纱，亲手给婆婆戴上。来，大家恭喜这2位终于修成正果。既然这么舍不得，那你还结什么婚啊？跟老娘过一辈子不就好了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我和周鹤鸣的婚礼，没想到婆婆居然在半途作妖，她在敬茶环节直接无视我，嘴巴一撇，搂着周鹤鸣嚎啕大哭。儿啊，妈养了你20几年，今天看着你被另一个女人抢走，妈心里难受啊。周鹤鸣眼眶泛红，妈，你别胡思乱想，舒瑜只是个外人罢了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第一位。此话一出，满座的宾客都沉默了，司仪尬笑几秒，试图打圆场。哈哈，看来新郎和妈妈感情很好啊，以后肯定也会保护妻子，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准婆婆横了司仪一眼，接着搂紧周鹤鸣的脖子。鹤鸣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告诉我，结婚以后你会忽略我吗？周鹤鸣把胸脯拍得梆梆响，养育之恩大于天，媳妇再好，那也不过是外人，这点我分得清。我爸坐在对面，手被青筋抱起，冲上来就要揍准婆婆，被我及时拦住了。先动手总是不占理，我并不是什么软包子，但看在我们4年感情的份上，我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然而周鹤鸣眉头紧锁，不满地注视着我爸。岳父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我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，疏于伺候她那是应该的。婆婆腰板挺得笔直，用手点着我的鼻子，大小街就是娇贵，要不是我儿子喜欢，我才不会同意这门亲事。做媳妇就得有眼色，洗衣做饭，传宗接代，侍奉公婆，这些话我不想再讲第2遍。说罢，他得意地对着我爸妈挑眉，似乎还等着他们来千恩万谢。下一秒，我爸妈和几个堂哥呼啦啦地冲上台，周鹤鸣被我爸一脚踹到膝盖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他满脸震惊。爸，你疯了吧？我是在替你管教他。我妈上前把茶杯狠狠砸在他的脑袋上，语气冷漠，你什么档次，也配管教我的女儿？我和他爸还没死呢。婆婆一看急眼了，她跳脚指着我妈，你这个泼妇，还没过门就敢找人打丈夫，反了天了。我嫌太吵，直接抬手赏了她一巴掌，打完觉得不够对称，于是往她的左半边脸又是一耳光。婆婆被打得摔在地上，正愣片刻，两腿一蹬，开始哭天抢地。哎呦喂，我老婆子命苦啊，这年头儿媳都敢对长辈动手了，我干脆去死算了。周鹤鸣被我那几个表哥按在地上暴揍，嘴边流出血来，看见他妈受了委屈，死命挣开人群，直接盖在婆婆身上。她抬起头，神色冰冷，温淑瑜，现在马上跪下给我妈道歉，要不然这婚礼就别办了。婆婆被她护着，也跟着帮腔，就是别忘了你还有1个多月的身孕，除了鹤鸣，我就不信还有人愿意娶一个2手货回家。现场一片死寂，大家被这母子俩的厚脸皮给镇住了。我瞅准周鹤鸣的屁股就是一脚，他重心不稳，130多斤的身体压下来，婆婆疼得龇牙咧嘴。我扯下头纱，亲自给她戴上，然后拿起麦克风，大声喊道：来，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。
苦练多年，终于修成正果。顿时，宾客们掌声雷动，四周响起巨大的嘘声。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乱诽谤我和我儿子，小心我告你们！可所有人跟看动物园里的猴似的，嗤笑着摇头。周鹤鸣见状，一把扯住我的婚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肚子里有孩子，乖乖跪下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话音刚落，我爸一拳挥在他的鼻梁上，一个没成型的胚胎也叫孩子？你以为自己留的是隆重吗？我们说打掉就打掉。我皱眉看着破损的婚纱，踩着周明鹤的手离开，扭头告诉他，婚纱钱记得赔我，祝你和你妈百年好合。婆婆在身后气得连连跺脚，贱蹄子，这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挽着家人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婆婆才是周鹤鸣的心尖宠，连老婆都是外客，那我只好成全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了。当天做完流产手术，我有些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闺蜜江之淼发来信息：小鱼，你出名了，快看热搜。我点开一看，视频里周鹤鸣和他妈眼神拉丝，穿着婚纱的我立在旁边手足无措，司仪竭力圆场，被婆婆翻了好几个白眼。短短几十分钟，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。不是，到底谁是新娘子？这婆婆不懂什么是分寸感吗？哇，两人对视的眼神好深情啊，我都有点磕他俩了，笑死了。而且这婆婆还说让新娘传宗接代，你们家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每到这个时候，男的就会每每隐身，新郎死了吧，还帮着老太婆欺负人家。我刚翻了几条评论，周鹤鸣打来了电话，他停了几秒，用一种施舍的口吻说，陪嫁再添一套房，名字只写我的，这胎是男孩最好，要不然就生二胎，以后工资卡得交给我妈保管，你就可以回来了。我打断他的逼逼叨叨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，我手术都做完了，怎么需要我扒垃圾桶把那团东西给你邮过去吗？有空和我浪费口水，还不如多炒炒 CP。 你就和你妈锁死吧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拉黑删除一条龙。不一会儿，江之淼急匆匆地跑进病房，他没有安慰我一句话，而是赶来兴师问罪的，淑瑜，你太过分了，还不赶紧和阿姨道歉。我脑门上缓缓升起问号，他喘了口气，阿姨一个人把鹤鸣拉扯大多不容易，跟儿子亲近是天经地义，怎么就你矫情？经过这一整天奇葩经历的洗礼，我已经冷静很多，任由他说下去。你还把鹤鸣拉黑了，那谁赔偿他们的损失？现在阿姨快被邻居笑话死了，那些网友还骂他是老绿茶。他拨拉了两下手机，突然有些幸灾乐祸地笑起来，把屏幕往我面前一放，原来是周鹤鸣的消息，上面罗列了长长的清单，大到包包口红，小到早饭花束，价格标得明明白白。最上面的一条还有格外备注：3月24日，放下尊严，亲自去买卫生巾，应该按照原价的3倍进行赔偿。江之淼向我伸手，明哥说了要跟你分手，总共是8652块钱，精神损失费就不计较了，微信还是支付宝。我妈恰好拎着鸡汤进来，听见这句话，把保温盒重重放在桌子上，朝我点点头，闺女，账单在这，不就是要还钱吗？谁不会呀？我也甩出账单，总计5万多，零头还给抹了。江之淼脸上的笑容一僵，开始在手机上敲敲打打，憋了半天，周鹤鸣只发过来一句：温淑瑜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物质，
江之淼有些心虚地瞥了我妈一眼：“阿姨，你别误会，我在跟小鱼开玩笑呢。”我妈一听，扯着她的头发就往墙壁上撞。江之淼尖叫着哭出声来。我乐呵呵地尝着鸡汤，估摸着时间，把最后一点汤底泼在她脸上。阿姨也跟你开玩笑呢，淼淼不会玩不起吧？江之淼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淌，我瞬间翻脸，把一沓照片甩了满地。还搁这装？你跟他上床的时候不挺爽吗？照片拍下了周鹤鸣带着江之淼去开各种酒店，相互喂饭、接吻，那表情叫一个享受，就跟唱脸谱似的。江之淼的眼泪一秒消失不见，他豁得起身，面带得意地对我挑了挑眉。没错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没人要的破烂货，还堕了胎。你花出去的钱一分都别想要回来。临走前，他还不忘再补刀：谁稀罕跟你做闺蜜呀？以后滚远一点。我妈及时伸胳膊：你等等，这项链是渣男拿着我们小鱼的钱买的，东西留下，你滚吧。江之淼尖叫一声，被勒得直翻白眼，他眼角闪着泪花，明明非常舍不得，却拎着包故作淡漠地走向门口，还差点当场表演一个跪滑，目送江之淼离开。我和我妈相互对视一眼，两个人都笑喷了。我妈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她用力拍了拍我：你眼够没有？鸡汤也喝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？我伸个懒腰，翻身下床，回家在跑步机上锻炼了40分钟，丝毫没有流产过后的虚弱。装的时间久了，真的很累。接下来也该轮到让我看看好戏了。当初为了结婚，周鹤鸣在我们小区里买了套房子，说是方便以后来往。现在江之淼搬了进去，他整天笑容满面的戴着金镯子在我面前晃悠，谁叫你把握不住机会？看见这首饰没有？我婆婆名下有7、8套房产，等她一死，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我的。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。这天中午，我从楼底下经过，突然听见一阵骂声。正值7月酷暑，江之淼拎着大包小包，汗水从下巴一滴一滴淌下来。钱婆婆打着太阳伞在她面前指手画脚。我说过多少回了，鹤鸣只喝65度的水，你这都快烧沸了，想烫死我儿子啊？钱婆婆腾出一只手戳着江之淼的脑门，还有水果都没切成块，让他打哪下口？这肯定不是土鸡蛋，非把鹤鸣吃坏了你才满意是不是？江之淼整个人狼狈不堪，他一个大男人哪有这么娇贵？大家都一样，又吃不死。啪！钱婆婆毫不客气地甩了江之淼一耳光：小贱人，给你点好脸就想造反了？伺候老公是你的义务。江之淼被打懵了，他身体摇晃了几下，手指头还没碰到对方一根头发丝，钱婆婆唰地往地上一躺，嚎得惊天动地。周鹤鸣跑过来，撞见这一幕，不容江之淼解释上两句，抬手扇歪了他半边脸：你怎么跟我妈说话的？道歉！钱婆婆在旁边煽风点火：谁家好儿媳整天跟你一样浓妆艳抹，不把心思放在干活上，净整这些没用的。哎呦，你瞧瞧，妆都花了。周鹤鸣一见他这副样子，更加厌烦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滚上去？他们一行人拉拉扯扯地上楼。江之淼看见我，投来怨毒的目光：你是故意的？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以为的天堂，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地狱。我并没有忽视江之淼身上出现的伤口，如果没猜错，我那位钱婆婆可算遇到强劲对手了。还没跟周鹤鸣闹掰之前，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只要我们一约会，
钱婆婆总是掐着点的头疼脑热，以各种理由把周鹤鸣叫走，让他陪着自己看病，惹得我们两个很不痛快。他会偷偷观察我的穿着，然后有意无意地在公共场合与我撞衫，大家出于尊重都会夸赞她2句。钱婆婆很吃这套奉承，不仅如此，每次我化妆，她总是要阴阳怪气一番，还是年轻好啊，各种化妆品往脸上一抹，什么粉刺雀斑都看不见了。小鱼，你技术真好，也教教我呗。作为晚辈，我总不能驳了她的面子。钱婆婆笑眯眯地问周鹤鸣：儿子，你说我和小鱼谁更好看？周鹤鸣当然是顺着他妈的话说，钱婆婆阴沉着的脸才会开心起来，眼神得意地瞥向我。次数一多，我便发现了异样。钱婆婆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，生怕儿子会被儿媳妇抢走，她要把周鹤鸣牢牢抓在手里，所以对我大加贬低。但周鹤鸣不可能不娶妻生子，这也就意味着钱婆婆需要找到一个好拿捏的女人，把她调教得言听计从，确保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。我一跑路，江之淼这个蠢货就撞了上来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。钱婆婆很满意，我也很满意，毕竟2个恶人混在一起，狐狸尾巴才会露出来。几个月后，我突然收到了江之淼的请帖，要我去吃他儿子的满月酒。到了那里，江之淼抱着孩子，高兴得红光满面，周鹤鸣紧跟在他身边，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过孩子。妈，快来看看你孙子，长得多壮实。与之相反的是钱婆婆铁青的脸色。闻言，她抽搐了几下嘴角，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，却一言不发。我故意围上去，对着小宝宝一顿猛夸。江之淼高傲地抬起下巴：淑瑜，当初我好心给你介绍对象，你又看不上，现在瞧着孩子才羡慕，都27、8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生出来，哪个男人还会要你？我琢磨着，他介绍的哪像个男人，分明就是160乘160的正方体，还是无业游民。这种奇葩也好意思说？我觉得咱俩挺合适，明天可以去领证。饭店里人挤人，钱婆婆始终死死地盯着江之淼，她精心打扮自己，跟周鹤鸣亲密的耳鬓厮磨，羡煞旁人，完全没注意到钱婆婆越来越憎恨的目光。我耐心等待着，趁着他们俩去敬酒，钱婆婆把孩子搂过来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去。等江之淼再回来找孩子，钱婆婆正哭喊着要去撞墙。都怪我不中用啊，去个卫生间的功夫，孩子就找不见了。众人脸色大变，去调了监控，也没发现孩子到底在哪。江之淼呆滞了几秒，扑上来就要跟他拼命。钱婆婆麻溜地往周鹤鸣身后躲，这老不死的把你儿子弄丢了，他还不到半岁，你还有脸护着他？钱婆婆老泪纵横：淼淼，是我没用，我去死给你们赔罪好不好？说着，她装模作样的要往墙上撞。江之淼大吼：你他妈倒是去死啊！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钱婆婆哭着捶周鹤鸣的胸口：儿子，我算是白养你了。周鹤鸣犹豫片刻，果然不负众望，飞起一脚踹倒了江之淼。咱妈犯了错也是你的长辈，孩子没了就再生一个，你乱叫什么？四周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江之淼捂着脸愣在那里。周鹤鸣二话不说，带着婆婆走了。他突然原地发疯：臭婊子，都是你的错，本来该受这份罪的是你，那老太婆该死，你也该死。我不胜其烦，一脚把她重新踹回地上，声音平静：抢闺蜜的男朋友不是挺光荣的吗？
你后悔什么？周鹤鸣是个窝囊废，生怕报警会毁了他妈的名声，把江之淼锁在屋里，劝不过就直接开揍。在见面时，他裹成一个粽子，遮住了满身的伤口，只剩一双眼睛，带着诡异的笑容，阴森森地盯着我。我察觉到身后的目光，内心充斥着兴奋。终于来了，这一次你完蛋了。上回跟我相亲的那个正方体又打来电话，声称自己已经改造成功，现在大变样，强烈要求我们再见上一面。我答应了。我根据地址来到一家酒店，正方体要和我深入交流。他肥胖的身体一点一点凑过来，身上散发着令人呕作的臭味，眼神色眯眯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少给老子装清纯。江之淼都告诉我了，你非常喜欢我，现在我给你主动现身的机会。我估算着时间，在他蠢蠢欲动之时，面不改色地提起早已准备好的斧头，咔嚓一声，桌子四分五裂。正方体吓得一哆嗦，声音有些发颤：姑娘，有事慢慢商量，咱要讲文明，动手伤和气。我在房间里翻出一包药，不禁冷笑，看来身体挺虚，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别浪费了。在我拎着斧头的胁迫下，正方体把剩余的药全吞了下去。然后我走进了隔壁房间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片刻之后，江之淼爆发出尖叫：你搞错了，我不是那小贱人。正方体的声音含糊不清，老子差点被吓尿裤子了。他跑了，你就来替他吧。跑了？你这个蠢货，不会给他下药吗？江之淼直吸凉气，你一个人把药全吃了。酒店的隔音效果不好，江之淼的骂声很快转为哀求，夹杂着哭声，十分无助。你要多少钱都行，赶紧我身上下来。如果我婆婆和老公知道了，家里的财产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药性很强，眼看服软不起作用，隔壁的挣扎声停了一会儿，耳边传来咣的一声，紧接着是男人凄厉的惨叫。我火速报警，警察破门而入，江之淼正手忙脚乱地收拾尸体。要是江之淼给的，人也是他拿刀杀的，更别提他的手机里还留下大量与正方体暧昧的聊天信息。最后，江之淼被判了刑。钱婆婆象征性地挤出几滴眼泪。我知道，江之淼一进局子，就意味着他又得费劲巴哈地去找下一个控制对象。周鹤鸣这会才想起那个弄丢的孩子，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。大伙也差不多淡忘了婆婆干的好事，便主张要去寻人。他想得真美，那个孩子永远不会回来了，就连他自己作为一枚不合格的棋子，也马上就会被抛弃。我开启了直播，通过苦心经营，人气暴涨，拿着赚来的钱给家里换了辆车。我爸拿着车钥匙，逢人就夸我能干贴心。消息传到钱婆婆耳朵里，她羡慕得直泛红眼病。看了几场我的直播以后，转头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宠狂魔。她在平台上发布了一些精心伺候周鹤鸣的日常视频，从水温到维生素含量，要求极为苛刻。周鹤鸣俨然被捧成了皇帝。这种新奇的内容吸引了大量网友来观看。不久后，钱婆婆就开始接广告了。某天下午，我刚走进公司，就看见同事小赵哭得两眼通红。钱婆婆母子俩穿着一身大牌，对小姑娘骂骂咧咧：不就是让你换个短裙，给我儿子跳支舞助兴吗？鹤鸣不高兴，耽误了工作进程，你就是把家底掏空了也赔不起。周鹤鸣翘着二郎腿，10几个人围着他身边，全都面露难色。还有啊，你们公司的女员工形象管理太差了，
明天都穿上黑丝，把妆化好了再过来。谁表现得好，谁就是我儿媳妇。周围的女同事愤愤不平，却又不敢发火。钱婆婆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小鱼，听说你是总经理，想必很有一套功夫吧？来做个榜样，跳给我看看。迎着周鹤鸣戏谑的神色，我将他从沙发上拖起来，挥手就是一拳，高跟鞋猛地踩在了他的腹部，揍死他！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嗓子，顷刻间不分男女，公司里的员工全扑了上去。周鹤鸣疼得嗷嗷大叫，有人拿开水淋在他脑袋上。钱婆婆刚想阻止，被身后的人踹上一脚，脑袋磕到茶几边缘，瘫在那里半天没动弹。我呸！你儿子那个死猪样，还挑儿媳妇呢，赶紧滚！钱婆婆扯着嗓子声嘶力竭，我可是大网红，我要告诉你们老板。正嚷着老板来了，周鹤鸣赶紧拉住了他的裤腿。程总，你这些下属一点都不懂规矩，不如把他们全开了。钱婆婆揉着脑门，忙不送地附和着。程总瞥我一眼，居然没把他们直接打死，你真的好菜。我有些尴尬，老老实实地喊了一声舅舅。我不敢啊，他们娘俩傻了。我一直宣称家里人只会做点小生意，入职后也没人知道老板是我亲舅舅。钱婆婆不甘心，你们毁了合作，我待会就要去曝光你们。我稍稍点头，跟着他们来的其中一人拿出摄像头，另一个亮出直播间，完整的录下了这母子俩刚才的嘴脸。热搜早爆了，围观人数直线上升。井号职场骚扰网红公开替儿子选秀，井号妈宝男婚姻的围墙。我和周鹤鸣的婚礼视频再次被扒出来，广大网友纷纷喊话，我就想知道这娘俩结婚没有？新娘子跑得好，婆婆和儿子都不是东西，给我避大雷！网红塌房往往只需要一夜之间。钱婆婆又被爆出带假货坑骗消费者，需要赔偿大笔的违约金。周鹤鸣见风使舵，火速与他妈撇清关系，小论文一篇接一篇的发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原生单亲家庭毁了的可怜人。要知道，钱婆婆半生的心血都耗在这个儿子身上，临到最后，她却让老妈背了所有的锅，甚至扬言以后也不会管她的死活。每一个做法都精准踩到了钱婆婆的雷区。我想，她也该重操旧业，物色一个新儿子了。从那之后，我一直让人暗中顶着钱婆婆，果然逮到她诱哄着一个小男孩，把孩子抱上了火车。我去报警，警察目光锐利地打量着她，这孩子哪来的？钱婆婆嘴硬，亲戚家的小孩，托我照顾几天，怎么了？你们少管闲事。可警察问过了那孩子，小男孩说得清清楚楚，是这个老奶奶要给自己糖吃，非要抱他走。警方通过分析对比，最终喊出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名字：何怡。几十年前被通缉的人贩子，坐在对面的他与照片上的女人毫无相似之处，相同的 DNA 说明了一切。可就是这个面容看似和善的中年女人，竟然毁了数十个家庭。钱婆婆二话不说，一会是头晕，一会又嚷嚷着恶心，半小时之内晕了3次，说自己心脏有毛病，叫嚣着要让警察负全责。医生干脆直接守在门口随时待命，他顿时憋不出来一句话来。我站起来，轻声耳语道：你以为自己金盆洗手就没事了吗？可我日夜都想扒了你的皮。钱婆婆还想抵赖，又有另一个证人出现了，还在服刑的江之淼提供了一段录音。你们怕什么？大不了就再从偏远地区拐一个回来，
别看他20多了，不听话的狗杀了又怎样？钱婆婆脸色惨白，重重跌在椅子上。一段久远的往事被揭开。几十年前，生不出男孩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奇耻大辱，会遭到夫家的唾弃。何姨就身处那个背景下，她努力了很久，只生了个女儿，还为此伤了身体，更加让婆婆看不起，认为是她断了自家的香火，实乃家门不幸。一怒之下，她把出生没多久的女婴溺死在了尿盆里。反正当时这样做的人也不在少数。看着他人一个个都得了儿子，在婆家站稳了脚跟，而自己却被赶回家，哥嫂分走了大部分家产，对他冷嘲热讽。何姨觉得无比憎恨和嫉妒。偶然间，她听到有人家丢了孩子的消息，于是灵机一动，自己生不出来，可以借别人的肚子啊。经过亲自调教，不愁那些小孩不听话。第一个试验品是6岁的孩童，他把孩子拐出来，尽心养育他3年，但很快就发现了漏洞。6岁的年龄太大了，不仅不好控制，尤其是某一天，这个小孩对他吐唾沫：“坏蛋，等我长大了就要打死你。”他把儿子当成自己的立身之本，绝不可能容忍这孩子生出反抗和忤逆的思想。于是他把小孩埋进土堆，寻找下一个人选。此后，何姨又陆续拐卖了几名儿童，观察培养的时间也越来越短，稍有不顺心就把他们处置掉。大姨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丢的。我依稀记得他对我很好，还记得他特意为孩子打了一个长命锁。表哥丢了，大姨经受不住刺激，又过于自责，终于疯了。大姨夫为了给他治病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儿子的下落。何姨兜兜转转，抱回来一个3、4岁的小男孩，取名周鹤鸣。从小给他灌输妈妈就是一切的观念，并编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抛妻弃子的狠心前夫。或许是怕遭报应，他又干了几票，用这些钱购置了房产，决意金盆洗手，不再从事拐卖勾当。他做到了。周鹤鸣成为他身边一条最忠诚的狗。仅仅是这样还不够，何姨还要操控他的人生，哪怕是未来的儿媳妇，也别想分走周鹤鸣的关注，这样才不枉自己几十年培养的心血。我和周鹤鸣第一次回家见家长，误入了一间屋子，在那里发现了走丢几十年表哥的长命锁，绝不会有错。那上面甚至还有表哥的名字，可我来不及细看，钱婆婆就推门而入：“小鱼，这是杂物间，你来这干什么？”她的眼睛里充满探究和怀疑，脸上却带着温和的笑容，就像一条阴森森的毒蛇，令我瑟瑟发抖。我没有证据，更不敢轻举妄动。在掌握了大致情况后，假借自己怀孕为由，加快了婚礼进程。钱婆婆当然忍不了，我肚子那团不存在的东西让她的儿子满心欢喜，还答应了以后要搬出去住，而且我并不好糊弄。于是她干脆在现场大吵大闹。江之苗紧接着上位，闹到现在，周鹤鸣果断推他出来背锅，眼看这个儿子也养废了。钱婆婆失去理智，还以为这是几十年前的治安环境，在大数据和监控的眼皮子底下贸然动手。只是钱婆婆没想到江之淼会站出来揭发她。江之淼服刑之前，我曾去探望，隔着玻璃，他半是怨恨，半是痛苦地发问：“温淑瑜，我们明明同岁，为什么命运却截然相反？你家境好，是家人疼爱的小公主，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，各种金银首饰想买就买，一毕业就进入大公司，20年来过得顺风顺水。而我有个吸血的弟弟，
用的所有东西都是最次最烂的，每天担心着自己的学费，害怕被绑去山沟沟里伺候老头子，暑假就没去旅游过，端盘子发传单，生病了舍不得买药，一回家就被爹妈问什么时候能去死。我恨你，你的帮助和施舍就像镜子一样，让我明白自己活得有多么卑微。我心里了然，所以他抢了周鹤鸣，看上了钱婆婆的那几本房产证，谁知道进去却发现那里是狼窝呢。钱婆婆尖酸刻薄，生怕她抢了自己的风头。周鹤鸣软弱无能，只会和老娘一起无止境地破她。孩子是他唯一的指望，也许会成为以后他扬眉吐气的资本。毕竟他的母亲也是靠着弟弟才能在亲戚面前抬起头。没想到婆婆把孩子弄丢了，而且她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让丈夫想把这是先天。江之淼的哭闹起了作用，周鹤鸣逐渐对钱婆婆生出不满。她日夜死盯着钱婆婆，刚好听见了那通电话，怕什么？大不了就再从偏远地区拐一个回来。她知道自己掌握了某些惊天大秘密，但还没来得及仔细盘算，就被我摆了一道，蹲进去吃牢饭。我们隔着玻璃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。她发狠道：“我就是死，也要拉那个老太婆一起下水。”江之淼跟我道歉。其实这一路，我拦着他妈打人，带他回家吃饭。曾经千里迢迢地赶到异地安慰失恋的他，作为一个朋友，我已经仁尽义至，是他自己心里阴暗罢了。可我不在乎了，有些事情不能太过于纠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，我不想再听。钱婆婆终于进了监狱，被没收财产。听说她在里面还是死性不改，对年龄稍小些的女囚犯指指点点，一口一个出去之后就当她儿媳妇，结果被某个脾气暴躁的犯人拿剪刀划破了喉咙。我去精神病院看望大姨，她哭着向我伸手：“小鱼，哥哥不见了，我真该死啊！谁能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？该死的另有其人。”周鹤鸣得知他妈被捕的消息，第一反应还是推卸责任。什么？我不是我妈亲生的，那她干的事可跟我没关系啊！周鹤鸣振振有词，毕竟钱婆婆从来没带着她去进行领养手续，法律上根本不承认亲子关系。她甚至毫不关心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还在网络上大吐苦水，抱怨自己悲惨而坎坷的身世，来博取网友的同情。只是当接到收回房子的通知时，周鹤鸣跳起来破口大骂：“这是我妈的房子，现在她进去了，就该是我的财产，你们凭什么收回去？”执法人员告诉他，钱婆婆名下所有的房产都是通过拐卖儿童非法集资购得的，法院有权处理。周鹤鸣哪管这些，晃着手机对人家录像，还动手打人，被拘留15天，好不容易放了出来，他还好意思跑到我家楼下，搂着一束蔫头耷脑的花，深情告白：“淑瑜，之前是我瞎了眼，一时鬼迷心窍，现在那老太婆和泼妇都进去了，咱们继续把婚礼举办完吧。”他蹲守在楼梯口，瞅准一个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女人，就扑上去乱摸。“淑瑜，你可来了！”我真啊！那女人一扭头，我妈笑得咧出了8颗大牙。就算你夸阿姨年轻，也不能动手非礼我呀！我妈的战斗力爆表，一嗓子抓变态，几十个大爷大妈抄着棍子涌出来，你一棍我一脚，差点把周鹤鸣当场打残。大伙嫌他叫唤的难听，齐心协力把他塞进了大垃圾桶里，还不忘关上盖子。大姨父得到消息，匆匆忙忙赶回来，他握着妻子的手红了眼眶。当得知凶手已被绳之以法，
长长的舒了口气。他们失去了表哥，但没有丧失希望。恶人受到了惩罚，我们都还在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在另一个世界，那些被拐卖伤害的孩子也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了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